这个国家究竟有多离谱？在这里呢，亲个小嘴儿，结婚之前还得掏出手机查查族谱，生怕眼前人一不小心就变成自己哪个远房亲戚。他没有军队，警察也不过几百人，却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。而且就这点人，居然还打赢了英国3次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今天秋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冰岛位于北大西洋中部，靠近北极圈，距离格陵兰岛约300公里，距离英国约850公里，国土面积约为10.3万平方公里，是欧洲第2大岛，面积不大，人口也少，仅有不到40万人。冰岛这个国家呢，超11%的面积都是冰川，但别以为它就很冷，境内呢光是活火山就50多座，带来了大量的温泉，所以吧，冰岛有个别称叫冰火之国。另外，冰岛因为平原面积少，自然资源也不丰富，使得冰岛过去嘛一直很穷，人口也少，就连麦当劳因为人少而开不下去，连夜就把店给搬走了。同时呢，因为和外界联系少，很多人一辈子都没踏出过小岛半步，这就导致本来就不算多的人口呢，还都多少沾点亲带点故的。所以当地人在亲小嘴结婚之前呢，都会查查族谱，避免出现有情人终成亲戚的尴尬场面。为了更加的方便，还有冰岛人开发出了个软件，只要输入2人的名字，软件就会自动弹出2人的信息，看看3代以内2人究竟是不是亲戚。要真是，那软件就会发出警告，避免尴尬场景出现的同时，也为冰岛的人口质量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可以说，这一款软件深受冰岛人的喜爱。一个大湾小国，人不多，连军队都没有，结果呢，不仅敢挑衅代赢流氓，甚至还打赢了3次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因为自家人口实在是太少了，冰岛到现在都拉不出人凑个整面军队，所以就拉了100多人，弄了个海洋巡逻队，装备了3艘巡逻艇和一些小型直升机。平时的任务呢，也就是巡巡海，顺带的保护下渔民，国内的治安全都交由700名警察维持。不过，冰岛的犯罪率呢，可以说是低到离谱，几十年的时间才弄出了几起犯罪案件，安全力相当有保障。很多家长呢，自己到咖啡馆喝下午茶，孩子就直接放在店门外，也不会担心出现茶喝完了孩子也没了的情况。虽然军队是没有，但冰岛狠起来是真不怂。前面也说了，冰岛自然资源少，但好在渔业资源挺多，尤其是鳕鱼啊，那卖的尤其的好。但那时吧，海域划分还没有现在这么清楚，英国人就总喜欢溜达到冰岛的家门口大肆捕鱼啊，气得冰岛直接宣布附近12海里的海域都是他们的。一开始吧，碍于情面，英国人同意了，但没过几年呢，冰岛把这范围加大到了50海里，这英国就不肯了，拉上几艘战舰给自家渔船护航。虽然冰岛装备不行呢，但人家不怂啊，既然打不过，那就剪渔网，让你也捕不了鱼。这一招啊，弄得戴英烦不胜烦呢，只能无奈撤退。等冰岛发现50海里都满足不了后，又将范围扩大到了200海里。嘿，这回戴英是真不打算认了。但在美国的周旋下，英国又只能被迫让出200海里。一个大湾小国接连3次逼退英国，还凭借一己之力改变了世界的海洋法则。虽然冰岛国小民寡，而且军事实力还不咋地，但它却是实打实的发达国家，人均 GDP 高达7.4万美元，换算成人民币呢，将近有53万。对于当地人来说，赚钱就是件极其简单的事儿。光靠着渔业和旅游业，冰岛人就已经能赚得盆满钵满，尤其是渔业呀。一个普普通通的渔民，年收入都能轻松过100万，甚至咖啡馆的服务员一年的收入也有30多万。这么高的收入，也难怪冰岛会被评为最安全的国家。大家都去享受了，也没空搞什么犯罪活动。当然，冰岛人赚得多，花的也多，当地物价相当离谱。我们买3块钱的可乐或者是水，在冰岛直接就翻了10倍的价格。蔬菜肉类更不用说了，因为冰岛恶劣的气候环境，没办法实现蔬菜和肉类的自给自足，大部分产品都需要进口，这也使得价格呢是蹭蹭往上涨。不过虽然是短板，但人家也确实承担得起。如果去冰岛，除了能感受到昂贵的物价外，还会发现在他们那里，夏天白天额外的长，一天呢有22小时都是白天，但到了冬天，白天呢就会直接缩水到4个小时。想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，在冰岛是不可能的。不过当地人早就习惯了几昼几夜，也有自己的应对方法。如果问冰岛最大的福利是什么，那当然是没有蚊子。因为天气的原因呢，蚊子压根就不可能活下来。这对很多讨厌蚊子的人来说，冰岛绝对是个福地。各位彦祖想去冰岛旅游吗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给你发推小车点了一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